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，有一个国家叫不丹，这个国家在世界上是最后一个才开放电视和网络的国家，那里大多数人都有着非常崇高的信仰。一位北京姑娘叫易姐，因为抑郁症去了印度静心，5年时间过去，她的抑郁症居然被根治了，也对自己的内心世界更加了解了。已经习惯了平静生活的易姐，打算继续在印度生活。有天她去了不丹国的一个寺庙，眼前出现了一个僧人，仅此一眼，易姐就认定了对方是相伴一生的丈夫。男子为了和易姐在一起，从寺庙还了俗，他们俩还共同养育了一个孩子。易姐也卖掉了自己在北京的房产，掏出了所有的积蓄，在不丹修建了一座寺庙。而这座寺庙并不归易姐个人所有，它属于不丹国所有的老百姓。北京的易姐和不丹僧人阿旺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缘分？结婚之后又过着怎样有趣的生活？易姐又为何在网络上备受争议？大家好，我是南风，今天先带大家走进易姐和阿旺的跨国婚姻，后面再详细介绍不丹这个国家。1974年，易姐出生于北京，从小她就怀疑自己是不是父母亲生的孩子，因为在这个家里给她的都是谩骂、诋毁，甚至是皮肉之苦。易姐在视频里回忆道，她在2岁还是3岁的时候，因为好久不回家的父亲终于回家了，太兴奋喝太多水，导致尿床了。从小到大，易姐没有得到父母的一句夸奖，尿床更是被臭骂了一顿。易姐太难过了，直接想到了离家出走。那会儿天还冷着呢，易姐身上就一件单薄的秋衣秋裤，拉开门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，到头来还是位热心的邻居阿姨把她领回了自己家。易姐顶爱做的事就是去别人家串门，因为邻居家的小孩个个都有爹妈疼着宠着，她心里可羡慕了。因为自己家庭的氛围，所以不管是上学还是工作，易姐都选择了离家较远的地方。一毕业的时候，易姐遇到了一个比自己大10岁还结过婚的男人，对方对她特别好，让她觉得结婚也挺好的，而且结了婚也不用那么着急回家相亲，还可以继续自由人生。就这样，易姐踏入了第一段婚姻。婚后，原生家庭时常让她想起不好的东西，情绪得不到排解，慢慢的就积攒了下来。易姐变得不爱说话，情绪也没有什么波动，她好像患上了抑郁症。最严重的时候，都想过用跳楼来结束痛苦，丈夫还不把她当回事儿，她寒了心，选择了离婚，然后去了印度。易姐开始学习心理知识，她在印度学习了5年，整天抱着书看，从哲学到心理学不断参透，没事儿就坐在地上琢磨。久而久之，易姐的抑郁症被完全根治了。对易姐来说，能把心理问题治愈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为了增加自己的灵性，易姐没有着急回国，最终决定留在印度，还顺道游览了邻近的几个国家。2012年的秋天，易姐头一回踏上了不丹的土地。这个国家离咱们中国特别近，那是一个信仰氛围极其浓厚的国度，跟咱们中国的藏族同胞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。刚一到不丹，易姐就立刻爱上了这个地方。不丹境内遍布着众多寺庙，每当踏入寺庙的大门，内心便会不由自主地变得格外安宁与平和。易姐决定在此进行闭关修行，她选择了当地的虎穴寺作为这次闭关的场所。待到闭关结束之时，易姐只感觉到全身上下都无比轻松舒畅，内心感到特别明亮。睁开眼睛的那一刻，有一位僧人从易姐的身边走过，就是这一眼，易姐觉得这就是上天对她的指引。这位僧人名叫阿旺，更巧妙的是，阿旺的背后写着丈夫2个字。易姐回忆说，只有他的眼睛能够看见，这难道不是非常神奇吗？易姐也感到难以置信。当时易姐完全沉浸在震惊之中，没有贸然上前去打扰阿旺，而是决定先下山去。她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导游，导游觉得这2个人缘分真是不浅，而且偏偏还是在寺庙里面。他立刻就拨通了阿旺的电话，希望2人能见一面，说不定是上天的旨意。阿旺接到电话后就说了一句话，我觉得他很好，我也有一种神奇的感觉。都这么巧合了，易姐决定和阿旺好好商议一下，看是否能一起携手步步入婚姻。但这件事情并不简单。
两人需要跨越文化和国界的差异，甚至涉及政治层面。而且易姐比阿旺年长了整整19岁，更何况阿旺还是一名僧人，已经出家修行好几年了，按理说是不被允许再踏入凡尘俗世的。但面对上天的安排，他内心动摇了。他思索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终于向易姐袒露了心声，表达了想要还俗的念头。他并不在乎两人年龄上的距离，也不在意国籍的不同，只要内心秉持着同样的信念，就没有什么能阻挡他们相爱。两人相处了1年时光，都觉得再也找不到比对方更契合的人了。阿旺完全不介意易姐比自己年长19岁，也不在意易姐有过婚史。在一位师傅的见证下，阿旺还俗了，还在不丹举办了婚礼。在不丹这个国家，普通人结婚通常不办婚礼，有张结婚证就足够了。但易姐和阿旺两人因为情况特殊，没有领结婚证。这样看来，婚礼是必须要办的。易姐的10几个娘家人从中国赶到了不丹，大家看着这个和中国藏族风情很相似的国家，都非常激动。来参加婚礼的不丹人都穿得非常隆重，他们好奇地打量着易姐的娘家人。双方宾客面对面站立，分别站在主持人的两侧，营造出一种两国友好交流的氛围。到了吃饭环节就更有意思了，整场婚礼的宴席都采用自助餐的形式，大家各自拿着餐盘挑选自己心仪的食物，两边的饮食习惯大不相同。娘家人端着盘子挨个挑，每样食物都取上一些。而不丹人的习惯则是把米饭盛得像小山一样高，堆放在餐盘中央，基本上是以米饭为主食，菜肴只是象征性的品尝一点。总而言之，整场婚礼的气氛都格外热烈欢腾。大家见识到了别具一格的饮食风俗，也深深感受到了不同文化的独特吸引力。由于没有领到结婚证，所以易姐在不丹只能算是一个普通游客，每天都要向不丹政府缴纳费用。阿旺回中国也是一样，每年只能申请1个月的签证。为了让一家人能够团聚生活，易姐和阿旺商量着去尼泊尔生活，总不能刚结婚就两地分居，孩子也见不到爸爸。结婚之后，两人的生活非常甜蜜，毕竟心灵的契合才是真正的契合。2016年，易姐做了一个决定，卖掉北京朝阳的房子，拿着这笔钱在不丹盖一座寺庙。当时不丹国的寺庙已经饱和了，想盖寺庙是难上加难，而且易姐卖掉的可是北京朝阳的房子，那是千万巨资，在有的地方都能买下几栋楼。有不少人都觉得易姐就是傻远嫁就算了，还搭上全部财产。这些问题在易姐看来都不算什么，她真正在乎的是心中那份坚定的信仰。为了能把这座寺庙建起来，易姐前前后后找了好多人帮忙，最后才总算得到了不丹王室的点头同意。最终寺庙成功建起来了。寺庙虽然是易姐出钱出力盖的，但它的所有权并不归易姐个人，而是属于每一个不丹人的。这下大家就更想不通易姐为什么要这么做了。易姐解释说，她只是想给家里人求个平安，本来日子过得挺美满的，但疫情一来，把易姐一家人的安排全打乱了。易姐和孩子被留在了国内，跟阿旺过起了两地分居的生活，每天只能靠打电话说说心里话。被困在国内的这几年，易姐也没有闲着，她打算创业当老板，可是出师不利，所有的钱都亏了进去，一下子一无所有了。那段时间，易姐到处找人借钱帮忙，甚至是最亲的家人，但得到的回复都是冷冰冰的。她一下看到了人性的自私，觉得自己被抛弃了。看着8岁的女儿和视频里阿旺的脸，她的眼泪从脸上滑落。快50岁的她觉得人活着真的太累了。阿旺本来想去澳大利亚打工，可是他走了，就剩下易姐和女儿2个人了，所以只能放弃打工的想法。遇到磨难，阿旺没有离开易姐，他鼓励易姐，没有什么是不能重新开始的，只要一起努力就会有未来。阿旺的话让易姐很感动，她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。如今两人已携手走过11年婚姻，女儿也长到了9岁。为了不让女儿在几个国家间来回奔波，易姐在尼泊尔为女儿报读了国际学校，1年学费算下来还不到4万块。比起国内，这价格已经相当划算了。2024年年初，易姐决定带着阿旺回中国过新年。
距离阿旺上一次来北京已经隔了5年了，他非常激动，看到什么都觉得很新奇。到了北京后，易姐带着阿旺体验了共享单车。很幸运的是，一出门就遇到了中国舞狮，阿旺开心地拿出手机拍摄，感叹中国文化的优秀。易姐还带着阿旺买了2件唐装。2月18日，阿旺的北京旅程结束了，女儿也马上开学了，但是这次易姐不能跟着一起回尼泊尔了。年初的时候，易姐就察觉到了身体的异样，她这次回国主要也是为了做个身体检查。易姐独自坐在病床上，回想着这些年经历的种种艰辛，她终于释怀了。在视频里，易姐说道，不管检查结果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，她都不在乎，只要不留遗憾就好，这辈子能遇见阿旺也值了。分别的时候，易姐很伤心，下一次见面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。她一直叮嘱阿旺要照顾好女儿，一下了飞机就赶紧报平安。网络上对于易姐和阿旺的这段跨国婚姻确实存在着不少争议，毕竟阿旺曾经是一位僧人。为此，易姐还特地出了一个视频来向大家好好解释一番。她和阿旺能一路走到今天，真的非常不容易。两人共同克服了许许多多的阻碍，真心希望大家能多给他们送上一些祝福。目前，中国与不丹王国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，但两国之间始终保持着友好的交往。易姐表示，无论国家层面的关系如何，她都愿意成为促进两国交流的友好使者。在易姐分享的视频中，她也非常详细地向网友们展示了不丹王国的美丽风光。很多人正是通过易姐的介绍，才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不丹这么一个国家。跨国婚姻有时候确实挺不容易的，首先就得面对语言不通的难题。好在阿旺还会说几句中文，但易姐对不丹语那可真是一点都不会。俩人交流全靠英文和笔画。一开始大家都不太看好易姐和阿旺的这段婚姻，但如今两人已经携手走过了11个春秋，早已是相濡以沫的老夫老妻。易姐也迈入了知天命的50岁，更加明白要珍惜眼前人。听完易姐和阿旺的故事，你有什么感想？下面再来介绍一下不丹这个国家，相信大多数人都不太了解它。不丹，一个与中国接壤却至今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度，它的外交政策如同它的地理位置一般，充满了神秘且与世隔绝。然而这片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坡的土地，却以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精神信仰，吸引着无数人驻足与向往。不丹没有繁华的都市与钢筋水泥般的建筑，取而代之的是巍峨的雪山、幽深的山谷与湍急的河流。它依托山脉之险，巧妙地守护着一份世外桃源般的宁静与安详。自公元7世纪起，藏传佛教便传入不丹，与不丹的文化精神紧密融合。高山间频繁的风雨雷电都被赋予了龙的象征意义，他们同样自称龙的传人，外人也将这片国度描述为龙之国。所以不丹到底是怎样的国家？这里有哪些独特的风景？不丹正式名称为不丹王国，位于南亚北部，是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坡的内陆国家，国土面积 3.8 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78万。不丹北接中国西藏自治区，南与印度接壤，全境超过 95% 的国土被山地覆盖，是世界上山地覆盖率最高的国家，平均海拔超过2000米。不丹的北部是终年冰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脉，所以林立的雪山也是这个国家最显著的自然地理特征。其中的甘卡本森峰海拔7570米，是不丹最高的山峰。这座山峰至今无人成功登顶，所以它也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且尚未被征服的山峰。复杂的地形不仅塑造了不丹的自然景观，也深刻影响了它的外交。尽管不丹与中国共享约600公里的边界线，但两国间并没有正式的陆路通道。若想从中国去往不丹，只有西线穿越印度的西金邦，或者东线穿越藏南地区。然而目前藏南地区由于中印长期的边界争端和军事对峙，通行受到严格限制。正是由于这些复杂的地理和政治因素，不丹与中国的直接联系几乎被切断，外交关系也尚未建立。
这便使得不丹完全被印度封堵在喜马拉雅山的脚下。它在经济、外交和防务上高度依赖印度，从而形成了今天这个被印度牢牢掌控的独特国家。不过，地理上的天然屏障并没有阻隔中国与不丹的文化交流。早在公元7世纪，藏王松赞干布就曾将不丹纳入吐蕃王朝的版图，为藏传佛教的传播奠定了基础。公元8世纪，莲花生大师从西藏来到不丹，传播佛教，弘扬佛法，于是藏传佛教在不丹扎根，并逐渐成为它的精神核心。直到今天，藏传佛教都是不丹的国教，并以噶举派白教最为主流。噶举派将龙视为佛法力量的象征，认为龙的咆哮代表着佛法的宏大声音，因此龙也逐渐成为不丹精神世界的重要符号。恰好不丹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坡，那里气候多变，山中经常翻云覆雨，雷电交加。人们将这种自然现象与传说中的雷龙联系起来，认为雷声就是雷龙的咆哮，因此不丹便被称作雷龙之国。而这种象征意义也延续到了不丹的国旗上，白色的龙横跨皇城两色，象征着国家在王权与佛法的庇佑下繁荣昌盛。不丹西部的帕罗坐落于山谷之间，海拔约2200米。这是一座风景如画、历史悠久的城镇，四周被连绵起伏的群山环绕，山谷中散布着翠绿的农田，也遍布众多圣地和历史建筑。这里也是不丹全国4个机场中唯一的国际机场——帕罗国际机场的所在地，是大多数游客进入不丹的门户。而帕罗机场还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商业机场，因为机场所在的山谷外围环绕的都是海拔超过5500米的山峰，高低的海拔差超过3300米，这便使得起飞降落极具挑战性，只有极少数的飞行员才有资格在这里直飞。帕罗最著名的地标是修建于1692年的虎穴寺，位于高出帕罗谷地900多米的悬崖峭壁上，海拔3120米，俯瞰着茂密的森林和深邃的山谷。虎穴寺由4座主体建筑组成，巧妙地依附在陡峭的岩壁上，彼此之间通过狭窄的走廊和楼梯相连，整个建筑群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，给人一种空灵而神圣的感觉。传说当年莲花生大师就是骑着一只飞翔的老虎从西藏来到这里，并在此修行成佛，所以虎穴寺被认为是广大藏传佛教的圣地。今天这里已经成为不丹最著名且最具象征意义的寺庙，也是不丹的精神象征。复杂的山地地形限制了不丹的经济发展，直到2023年底，不丹才刚刚摆脱世界最不发达国家行列。尽管资源有限，地形复杂，但不丹人懂得如何在高山与峡谷之间创造出充实而宁静的生活。人们追求内心的满足和与自然的和谐，而非单纯的物质富足。这也使得不丹多次被评为全球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。帕罗以东20公里坐落着国家的首都及最大城市廷布。廷布与世界上许多繁华的首都不同，这里没有高楼大厦，街道两旁是色彩鲜明、装饰精美的传统不丹建筑。漫步在廷布的街头，你能充分感受到缓慢而祥和的生活节奏，以及不丹人民的友善与虔诚。这也让城市散发出一种与世无争的宁静与神秘。令人惊叹的是，廷布还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没有设立交通信号灯的首都。廷布居民认为信号灯是毫无人情味的机器，所以至今他们都保留着纯靠交通警察指挥交通的传统。廷布北面与峡谷浑然一体的扎西阙宗始建于13世纪，最初是一座重要的宗教中心，历经多次重建与扩建，如今已成为不丹国王的办公场所与国家的行政核心。政教合一的传统在这座宏伟的堡垒式建筑中得以延续。庄严的白墙与金顶不仅见证了不丹的历史变迁，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信仰。然而，在不丹的历史长河中，最早的权力中心并非廷布，而是廷布以东20多公里的普纳卡。自17世纪下重阿旺南杰首次统一不丹各部族形成国家，直到1955年迁都廷布，普纳卡曾作为不丹的首都长达近300年的时间。
这里海拔只有1200米，坐落在两河交汇的三角洲上，气候温暖，环境宜人，也是不丹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。不丹的地势由北向南迅速下降，从喜马拉雅山脉的高山地带逐渐过渡到丘陵和亚热带低地，形成了显著的地理落差。南端最低处的海拔不足100米，这种地形变化使得高山冰雪融化形成的河流急速下行，汇聚成汹涌的水系，加上季风带来的丰富降水，让不丹拥有了充沛的水资源，这也为水力发电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。目前水电出口已然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。不丹南部的平原区域中坐落着一座人口只有约9000人的小城镇格勒普。虽然格勒普目前仍保持着一种原始质朴的风貌，但它与印度接壤，是不丹通往南亚其他国家的重要门户。为了推动国家的发展，2023年12月，不丹国王宣布了一项重大的城市发展项目，要将小镇格勒普打造成为规模超过首都廷布的格勒普。正念城力求建造出融合科技进步与自然生态，能够促进身心健康并注重精神成长的全新城市。据传这座城市将于2039年建成，届时将可容纳100万人。这一数字远超目前不丹全境不足80万的总人口。而面对这样一个宏大的远景，我们只能拭目以待。所以不丹这个与世隔绝的神秘王国，凭借崇高的雪峰与深邃的山谷，传颂着它悠久的历史与纯净的精神信仰。虽然不丹面临着现代化的挑战，但它始终坚持走一条独特的道路。在这片小小的土地上，追求幸福与内心的宁静成为了最为珍贵的目标。无论未来如何变迁，这片雷龙之国依旧在以它的方式静静讲述着一个关于人类与自然、物质与精神共生的故事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是南风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